那你怎么看男主角一边攀岩一边开会啊？他爽啊！他如果攀岩说好，那个会议我们就然后跌倒怎么办？还是霸道总裁不会出现这个会议？霸道总裁不能这样，人设会坏掉。我一直在帮他讲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今天又回到我们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哦，那我们就会用不读稿的方式，改用轻松聊聊的状态呢，跟大家讨论一下可能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Netflix 的热门韩剧《绝世网红》。那这出剧在讲什么呢？它就在描述女主角怎么从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然后变成少年网红的秘诀。中间有很多很夸张的勾心斗角跟互相陷害的剧情。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用这出剧来问问志祺对网红圈的观察。不过这一集我们可能会爆雷哦。对，我们这一集不会讲到剧情，它本质上可能算是一个有点阴谋，对不对？就是整个贯穿12集，好像有一个阴谋在，可是我们不会讲那个结局跟谜底，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讲到很多剧情的细节。你如果介意会爆雷的话，麻烦先回避一下了，不好意思了。好，大家可以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不过在开始今天的爆雷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椅子坐久了，你是否也常常觉得腰部不舒服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 Dr. Fu 美姿急救垫，就是由美国职业物理治疗师所研发的坐垫，让大家从好的坐姿开始预防疼痛的发生。不管你的身形还有座椅的种类，都可以让你调整出最合适的角度。而且比起其他市售的硬式坐姿矫正垫 ，Dr. Fu 美姿急救垫因为采用了太空记忆棉，所以坐起来有沙发的舒适感，让你不知不觉改善自己的坐姿。另外，它还采用了竹炭纤维透气表层，让你长时间坐着也不会闷热，而且椅套可以拆洗哦，方便清洁。目前美姿急救垫的预购已经突破了3000组，为了粉丝福利哦，现在还加开了最后的限时预购名额，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再错过啦。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剧情主轴。它的剧情主轴就是在讲说，女主角怎么从一个本来没有在用 Instagram， 连 Instagram 是什么，然后这世界上有谁是很知名的网红吗？她都完全不知道的人，然后变成一个拥有130万粉丝，可以在网络社群上呼风唤雨的网红大咖 KOL 这样子。那开始聊之前，先问一下志祺，你一开始怎么会入坑这出剧呢？其实就是因为周遭的人有人在讨论，然后我现在的想法都是周遭的人在讨论，代表这出剧一定做对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要去了解一下主流的流行娱乐他们都在讲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韩剧让我很想要投入的那个点，就是有没有哪个朋友可以跟我讲说韩剧这几部一定要看？《机智医生生活》我可以在这边，我有看《机智医生生活》，我能够理解，它也是一个舒服然后好好看的东西。那还有什么？《李氏朝鲜》。好，《李氏朝鲜》我也去看一下。那接下来想问志祺的是，那你看完这12集之后，你对他塑造出来的这整个剧情，你最直接的感想？就太抓马了吧。它蛮肥皂剧的，我感觉就是使用方式我用错了，因为我就是想说来了解它，我就很认真在那边看。但我后来觉得不是，它需要的东西就是你在那边吃饭，而且重点是旁边还要有别人。对，你们可以一起吐槽的时候会觉得更好看，你会觉得更好看，有点像 B 级片。B 级片的使用方式就是你要跟别人一起去笑那部剧，对啦，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体验很好，所以让你想要再打开 B 级片。好，我感觉到了，你就觉得这部剧有很多地方可以吐槽。对，没错，对不对？对，开始你的表演。举例来说，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的智商跟他们的情商都很低，就是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非常大量的尖叫，以及就是我在想说，是韩国的竞争真的有那么激烈吗？因为他们的那个财阀贫富差距是真的很大。其实贫富差距大会导致人去投入自媒体这件事情是真实有相关的。OK， 因为你成为一个有名的人是有办法让你快速的跳过阶级的，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边的描述某种程度上是有它的背景脉络在。对，等一下，你现在太认真了。我觉得角色设定有一些微妙，就是里面有一个第2女主角，她是一个基金会董事长，然后也是就是千金人家的大小姐，她一天到晚都在处理她那些网红朋友的烂事。他们只要一出事，她就会参加他们的私人小聚会哦，然后排姐说不要这么激动，不要这么生气，你想想这么做对你的形象好吗？一天到晚在安慰这些人呢。我想说你是怎样？你一天到底有几个小时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其实当你就是很有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时间就会突然变得很多，可以拿来做一些这样子的烂事。那你怎么看男主角一边攀岩一边开会？一边攀岩一边开会啊，他爽啊，他没有影响到他。我平常在跟粉丝开会的时候，我搞不好也在攀岩啊。他如果攀岩说好，那个会议我们就然后跌倒怎么办？就是他那个没踩好，还是霸道总裁不会出现这个？霸道总裁不能这样，人设会坏掉。我一直在帮他讲话，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问过我那些很有钱的朋友，就是他们会不会在打球或攀岩的时候要跟我开会？我下次问问看，我很好奇。就是他们会想要这样子借来塑造一个他是一个把时间用得淋漓尽致的人。以前很多剧都是那个他们会早上边跑步
户籍，然后一边这样子开会嘛，对不对？然后说到那个霸道总裁，有一个网友都非常喜欢讨论的剧情就是拖鞋。那个拖鞋真的很震惊哎！我自己认识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没有这样子啊。我还以为你要讲出什么很惊人的事实。好，补充一下什么是拖鞋，就是这出剧有一幕是男主角总裁走回自己的房子里嘛，对，然后他一开门，他就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就往前走，往前走，然后你就看到他后面跟着一个应该是他们家的佣人，就一直弯着腰这样跟在他后面。你想他到底在干嘛？结果他是在抓准时机，把他的鞋这样脱下来。那个男主角他就可以一直走路，一直走路，然后鞋子就不见了，然后他就继续走去餐厅吃饭，然后大家就很荒唐，网友就会吐槽说那个鞋子到底要穿多松才能这样被脱下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讨论可能就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以及撞到一个很夸张的东西，让像刚刚讲到我们用错了，它是 B 级片，所以呢，你就是要大家一直笑，这样刚刚在干嘛？然后这边一反复播放。我有看到一个网络新闻，然后好像说那个男主角的那个演员自己本身，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剧情很夸张，可是他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夸饰法，来让你对比出真的有钱人家的生活跟我差这么多，我们整个思考的方法，我们用时间的方法，然后我们看待自己阶级的方法，是一个很大的夸饰。因为他可能就是取 PR99 以上的那群人的一些想法，然后很不喜欢自己拖鞋的那种人。对，可能真的有可能他真的就做了很多的质性访谈嘛，他就访谈到，然后发现哇，这个超夸张，然后把它放大100倍，然后变成剧。他也是一个极端值。对，绝对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怪癖，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可能都会被实践。好猛哦！那我最后想要讲，这个网红圈有这么小到他们一定要跟互看不顺眼的人当朋友吗？他们里面就是有一个网红的团体叫嘉宾会嘛，他们所有的人都看彼此不顺眼，那他们又要聚在一起喝一些就是塑料姐妹下午茶，然后就是互相就是说别人的八卦，就说这个人不行了，我们把他弄走，我们都不要再理他了。我就想说，这个圈子应该还有其他你真的喜欢、值得跟你当朋友的朋友吧？这就是剧的限制啊！你干嘛这样子？他如果在弄很多角色，你就记不住了嘛？我已经记不住，老实说，你有记住吗？你有记住他们每个人吗？没有你要我讲说他们叫什么？对他们4个，你还是甚至不知道他们有4个。因为他们要负责演的就是这种很平淡，真的，他们真的只有一个面上的角色。对，他们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大吼大叫，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凭什么这样？例如说时尚好了，我觉得那个圈子可能是真的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一个人其实你要认识个，例如说100人，这是有机会的。对，他可能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在很顶尖，如果他们看起来是名媛的话，名媛真的就没有太多嘛。然后他们如果又只愿意跟所谓配得上自己身份地位的人讲话，对啊，他们真的有那么夸张？那就是真的很少。说到地位，他们里面的这些网红都很在乎自己的粉丝有多少人。他们剧里面所谓的社群，其实主要是聚焦在 IG 上面的。他们就会说我的 IG 粉丝有多少人，然后我会觉得我的 IG 粉丝人数比你高的时候，你就闭嘴，在我面前不能有任何的跟我平起平坐的关系什么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粉丝数真的如此的重要吗？或者是说，不同的粉丝数字代表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它里面当然有夸饰一些，就是例如说一个20万、30万，对他们20-30万的人就超秋的。对，就可以很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啦，没那么秋。对，没那么秋。但我能够理解，例如说 YouTuber 好了，或者是 IG， 你过100万之后跟没有100万有一个被对待上面的差异。你觉得门槛是100，不是1万？对，我觉得在 YouTube 上面是100，我是有明确的感觉到，我们在过了100之后，别人的讨论以及厂商来找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些活动，就是你就知道那边只有100万人到。什么意思？这个是会存在的，一定啊！你座位其实也会被你人也在，可是你会知道那里好像有一个透明的墙，你不能走过去。对，这个很正常啊。那是气场。你去一些品牌的大型活动，你就知道100万 YouTuber 跟 YouTuber 放在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我觉得有的厂商他就是要100万 YouTuber，就100万 YouTuber 是一个更接近艺人或者是名人的一个，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度真的很高。那想要问，就你的观察，不同数字的粉丝数可能有多少的权力跟势力？比如说剧里面这个女主角她去找了一间经纪公司，然后经纪公司就跟她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达到1万粉丝，1万粉丝超重要。我觉得1万的确是一个基础的门槛。我觉得他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1万就代表你要稍微认真经营，然后你有花时间找到了一个定位之后，我觉得0到1万就有点像是我们会在创作者协会的时候，也是你要做到1万，就你做到1万订阅，代表你真的有想要好好的投入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你要先开始有1万，就代表你有一个基础的群众，然后他们可能有消费力，例如说1%的人购买可能有
10个人，10个人能够转换出来的数字，就代表你开始有商业潜力了。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1万是重要的。那你觉得大概数字到多少的时候会开始业配接到手软的程度 ？IG 我没有到那么熟，但以 YouTube 来说，我觉得你20万就可以开始过得蛮舒服。哦，真的？对，你大概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还要稍微低一点点呢。像是我们的20万，因为我们是聚焦在时事，这不是一个很好连接到产品的领域。确实。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例如说讲动漫，你的20万就代表你已经在动漫这个领域里面集结了20万啊。那其实台湾的社群人口的分类，大概可能我自己都认为是30万一群了。所以你已经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角色里面拿到20万的时候，你就已经2/3，对，有很高的知名度在那里。所以它会造成的现象是，假设我今天我一个关注这个领域的厂商或品牌，他会想说，我这个领域有谁？他会在可能前20个名单里面想到你，所以你就会开始接到业配。原来是这个意思。对，你会是他的第一次询问的对象，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又再继续成长，你超过30，我就会说，你已经有做到某种程度的突破。那如果你做到60，你就开始是一个真的是在非那个族群以外，大家可能也有听过你出圈，对，你就开始所谓出圈了。对，所以我觉得20是一个重要的，但我不确定 IG。就对我来说，IG 现在你要达到20，其实可能有更困难，因为它的粉丝增长是比 YouTube 来的慢的。就至少以我自己的经营的方式来说啊，我自己很不会做。可是阿弟也有跟我提到说，他觉得 IG 的成长在过了那一阵子之后，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增加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一个人有一个20万，那其实是蛮厉害的。了解。那女主角的粉丝数是130万，130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好，我们讲第一集的最一开头有个过程，我觉得这样应该不算暴雷，就是女主角去了一间非常平凡的小吃店，甚至是有一点点小破烂的那种老店，她就去那边吃饭，然后打卡拍了一张照片，说这间店一定要吃的就是豆腐。然后呢，自从她发了那张照片之后，剧情很快速的就演绎翻转，很多人看到，然后大家就慕名而来，她就从一间店变成2个店面，然后整形之后变成整栋楼，她最后变成连锁企业，刚不可能。如果她真的是超级的意见领袖，我觉得其实做得到。如果她今天她的垂直领域就是我是 IG， 然后她垂直领域就是美食，她就代表着品味好，你大家应该要去啊，懂。那我觉得她是有可能创造到这样，就是她能够本身就直接引起一个话题，130万的人做得到。你就想象阿弟他今天在上面，就是他发个绯闻买的漫画都会被别人报新闻。百了位阿弟101万，对啊，也很强啊，100万其实很强。而且我觉得阿弟阿嘎他们强的地方是，他们是多平台都100万。这倒是真的，这真的很猛，这真的超猛的，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你都看得到，然后能见度非常的高。那就是他人脸本身变成了一个资本。Oh my god， 就有点像 Michael Jordan， 他是一个资本，但是他的资本是更夸张的资本。那最后一个是这出剧里面最强的人，是一个粉丝数有450万的名模。什么是450万？我觉得在韩国有450万就是非常疯狂。是不是你不能只有台湾的观众，你应该要是稍微有一点世界的，比如说亚洲好了，至少要在亚洲是知名嘛，或者是我觉得有2种可能，那他都验证着他的影响力很大。OK， 第一个是你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那这个领域就是已经跨到国际上。然后第二个呢，是他在分众媒体还没有形成之前产生的意见领袖。例如说，有的人会说，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是电视嘛，有电视的时代，它可以让年龄层3代，祖父母那一代，然后父母那一代跟小孩这一代，3个都认识同一个明星。然后这个明星他的价值会越来越高，这是真的。对，你看现在我们脑袋中跑出来的那些超级强势的艺人，他从以前活到现在，是不是都是电视时代产生的？真的是。对，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真的，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那一种所有人不管年纪，不管你平常关注的领域站，都同时叫的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对，这个很珍贵。那我这出剧还有一些很好奇的点，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扯，因为我对这个圈子不了，所以想要问志祺。我其实最好奇的一个点就是说，剧里面的嘉宾会他们是有真正的名媛，就是出身豪门世家的那种千金小姐，但也有真的是平凡网络起家，但是变得很有名、很有影响力的网红。他们真的是同一个圈子的人吗？我觉得不会，就我的理解其实不会。我也觉得，因为同一个圈子代表的其实是你的价值观会比较近。那你如果不是那个出身的话，你的价值观从小长大跟他们其实有差，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好像不太对。我觉得阶级影响到最多的事情其实是眼界，就是你会知道说这个世界的运作啊，你的想法其实不一样的，对，或者生活上面的选择其实会不一样。所以他们听起来其实应该是真的很聊不来才对。对，如果你从中产然后开始往上走，那我觉得跟一开始就出生的人其实是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这部有趣的就在于说，它的名字叫 Celeb
celebrity， 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讲名流，他不是在讲网红。但是我认为网红是一个在之前的时代，是你从中产要变到资产阶级，或者是你要变成名流，一个算是捷径的路。了解，我接受这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是靠着出身背景来达到的。对，好，另外还有一个我看剧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的点，就是说里面就有20-30万粉丝的网红讲说，我今天太生气了，我今天一定要花个韩币2-3千万去买整套珠宝，大概就是台币50-70万左右，然后我才能就是泄心头之恨。那我想知道他们真的有钱到在这个圈子里面一天就傻掉这么多钱是日常吗？真的不痛不痒吗？因为我现在20-30万可能是对台湾的认知啦，就是我觉得以台湾20-30万来讲，应该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比较辛苦。因为我大概能够知道100万以上的收入是长怎么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收入其实是你概算得出来的啦，就是你就看他是几个业配，然后你也知道说这个业配大概就是多少钱，然后他要做这样，他的团队大概有多大，你可以猜出他大概赚多少钱的意思。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只是会看到一些人，他就是不可能可以花这样，除非他今天家里很有钱。但是如果他透露过他的家庭的状况，那你就会知道有些人在装。可是这样真的超辛苦的很累啊，越来无穷无尽，而且你的成绩要越来越高。没错，我觉得网红有的时候也有点像作弊。他现在的困境就是说，今天你透过了一个意外的方式认识了这一群人，他其实很像一个云端王国。就是说，你有看到杰克与魔豆吗？杰克与魔豆他就是有一个豆苗就长上去嘛，对，你长上去，你在你这个垂直领域是这个 YouTube 的垂直领域，或者是网红这个垂直领域，你就走到上面了。你走到上面是因为你这个领域你比较容易在有风潮的时候，你很迅速的可以爬到上面，就像那个魔豆刚开始长就长上去了，你被时代推上去之后，这边呢你会发现，原来在上面是一个云之王国，这上面有一群人很有资本、很有财富的人在这边互动，所以你就认识了这些人。可是当你认识了这些人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的生活形态可能必须要调整。然后，但是其实你真正在这个地方，你的实力不够，因为你就只有一个魔豆在支撑着，因为你没有这样走过路，然后这样慢慢绕上去，你没有累积够多的东西，所以你在那边你就会开始过得很辛苦，因为你会被迫需要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会没有朋友，你就跟那个圈子格格不入，他们又要开始拿那个鄙视链鄙视你。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当然的确是一个捷径，我刚刚用捷径这个词嘛，对，但它同时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 cheating。你如果不小心作弊走上去，你就要思考，因为有人说在风口上面猪也会飞，但是风口还会不见，你如果还没有学会飞，你就会掉下来，你就会摔死。什么情境下你会意识到，我现在是不是要思考我有没有作弊？就是你会很有自信的讲得出来你做了什么吗？或者是你能够对这一切都是有明确的想法的吗？我觉得这可能会帮助你。当你现在有了某个成就或某个成绩的时候吗？对，有的时候那个常时心怀感恩蛮有帮助的。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你是自我膨胀啊，你那个膨胀变一个气球你就吹上去。但是如果你常常感恩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一切不是你自己的原因，所以你会更愿意做一些事情来支持你自己。确实，对，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帮助你。所以为什么谦卑在这个路上是有价值的，是来自于这样子啊。对啊，不要像他们一样大吵大闹。对啊，大吵大闹。我们大吵大闹，他们都没有在感激身边的人，他们都觉得我最赞。最后突然变得很温馨。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对于还没有看过这个剧的人来说，你有觉得哪些点值得一看吗？女主角很漂亮，女二也很漂亮，我喜欢他们。男主角我没感觉啊，我完蛋，我这样是不是就是肤浅的人？他自己推这部剧吗？我们好像没有很推为什么我刚会讲女主角很漂亮，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讲了。你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使用方式，如果你有一群好朋友，大家今天晚上 party 完不知道干嘛，想要笑一笑、吐槽一下、轻松看这个剧，好选择。但如果你今天你是想要一个人好好的就是体验一个你想要沉浸一个不同的世界，并且从中获得一些成长的话，可能不是这个路线。对，然后我认为如果你是后者的话，你可能可以开个1.5倍速。总之，我觉得就是不要太认真的看待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它可能都存在，但它都是放大了很多倍，所以有这个心态去看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网红圈怎么会那么抓嘛？你们好可怕。对啊，他们那个圈子真的很激烈，很可怕，还是有真实人跟人真诚的交流存在啊，不可能大家全部都这样针锋相对，这样这个圈子其实也会完蛋吧？对啊，因为根本没有人在经营这个圈子，很真诚的话就不好看嘛。好了，积极医生生活啊。好啦，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想问大家，你看完绝世网红了吗？那你看完的心得是什么呢？那有哪些我们没有讨论到，但是你很在意的点吗？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没错哟。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一些可能网红圈到底怎么运作。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